2026年最厉害的财富风口已经来了。要是这一回被你错过，你或许得再等10年都难碰到下一个能实现翻倍的机会。英伟达的一个举动使量子计算落地的时间直接提前了3年，并且普通人家的财富层级彻彻底底被拉开了差距。一个软件模型竟然能让整个量子硬件行业集体大幅上涨，把原本好像够不着的未来科技变成能实实在在赚到钱的机会。更关键的是，在这一波行情里面，有的人能够躺着就赚得翻倍，可有的人却会在高位站岗，把本金全都亏掉。2023年 AI 热潮已经让先参与的人赚了挺多，在大多数人还没回过神的时候，展望2026年真正有爆发潜力的超级风口肯定是量子计算。英伟达这回推出的 IC 模型不是一回普通的技术更新，而是真真切切地突破了量子技术商业化的关键障碍。过去预计得10年才能走向落地的技术路线，现在2到3年内实现具体应用是有可能的。还有这么关键的财富信息，快点点个赞，收藏起来，把小铃铛打开，不然刷着刷着就找不到后面的个股分析。避开陷阱的指导，每一句都是能帮你赚钱、躲开亏损的有用内容，要是错过了，可会非常后悔。2023年进到 AI 领域的人，你能够好好研究研究，当下账户都已经涨了好多次。而2026年进到量子领域的人，将来3年的收益肯定比这更厉害。可关键是不是全部量子有关的标的都能挣钱，大部分全是蹭热点的假机会，略微一不留意就会在高位接盘。英伟达这次做的事情不只是推出一个模型这么简单，而是给整个量子行业制定了规则，以后谁能分到好处，谁会被淘汰，全在于是否跟对了节奏。而你要做的就是提前选好队伍，避开那些看起来涨得多其实没价值的假标的。说白了，当下这期视频我不是来给你解释那些让人弄不懂的量子物理公式的，我是来跟你说清楚这一轮行情里谁是真正能分到英伟达好处的核心标的，谁是散户随便冲进去就会踩坑的垃圾股。如果你想要抓住这一波跨时代的财富机会，不想再接着错过下一个像英伟达那样翻倍的走势，那这期视频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不要快进。因为我会把整个行业的底层逻辑、每家公司的机会和致命风险全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就算你是连量子比特是什么都不明白的纯新手，听完也可以直接上手，避开90%散户都会踩的坑。你可晓得为什么过去几十年量子计算老处在未来10年就能落地的科幻故事里？并不是科学家不够努力，而是这个行业有2个卡着所有人脖子的死结，整整20年，没人能够彻底解决。而这次英伟达推出的这个 IC 模型，直接一下就把这2个死结给打破了。后面这一点非常重要，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选对真正能翻倍的股，而不是跟着进去当冤大头。很多人觉得英伟达是来抢量子计算的市场的，实际不是这样，它是来给整个行业定规则的，就像当年 PC 时代微软和英特尔搞出的 Intel 联盟一样。往后整个量子计算行业都得按照英伟达的规则来，你要做的是提前找出那些已经站在英伟达这边的核心玩家。就在英伟达发布这个模型之后，整个美股量子板块单日最高涨幅直接猛涨到47%，无数散户闭着眼就往里面冲，只要股票代码带有量子2字就敢全仓投入。但我今天必须先给你提个醒，这里面80%的上涨都是市场误解，情绪消退之后，那些盲目跟风的公司跌起来会让你连本金都没了。所以当下我就把4家核心公司每家的获利逻辑、翻倍的空间，还有最要命的风险全都给你说清楚。谁是真的龙头，谁是假的蹭热度，听完你一眼就能分辨得明明白白。你可能会问，量子计算离我们普通人这么远，就算它实现了，和我炒股赚钱有什么关系？那我问你，以前 AI 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东西跟普通人没什么关系，可最后英伟达从$100多涨到了$1000多，涨了10倍不止。你设想一下，一个能改写整个计算行业规则的技术，它带来的财富机会只会比 AI 更大，不会更小。而现在英伟达已经帮我们把门槛降低了，我们不用再去赌哪家公司的技术路线能成功，只需要看哪家公司能真正享受到英伟达这个模型带来的好处就行。这事情其实挺简单的，就好像当年苹果推出 iPhone 的时候，你不用去赌哪家手机厂商能活下去，你直接去买给苹果做核心配件的公司的产品，这是稳当能赚钱的事情，全程都是有价值的内容，没有不好玩的地方。要是你想抓住这一回跨时代的赚钱机会，不要忘记点赞、收藏、保存视频，还没订阅的赶快点订阅，打开小铃铛，后续的核心技术剖析以及个股分析，要是错过了，你或许会十分后悔。很多人听到量子计算，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东西太高级了，全是物理公式，我完全听不懂，和我没什么关系，对吧？你只要搞明白一个核心区别，就能把量子计算的底层逻辑弄明白，根本不用懂什么薛定谔的猫。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说起，
传统计算机的核心是比特，不是0就是1，就像一个开关，不是开就是关，没有第三种情况。别举个最接地气的例子，你家门口有个密码锁，是10位数字的，每一位都是0到9，总共有10亿种组合，对吧？传统计算机要怎么破解？就是一个一个去尝试，从0000开始试到9999，就像你一个一个试钥匙开门一样，纯粹就是笨办法。你想想看，如果密码是20位、30位的话，传统计算机就算到地球都爆炸了，都不一定能够试得出来。而量子计算的核心是量子比特，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态，也就是它能够同时去尝试所有的密码组合，不用一个一个挨着来依次尝试，这就是它能碾压传统计算机的核心原因。这是什么概念？原本需要几千年才能计算完成的工作，它几秒钟就能给你做完。放到新药研发、密码破解这些领域里，直接就能改写整个行业的规则。但是这么厉害的东西，为什么几十年都出不了实验室，一直活在未来可期的故事里？你知不知道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特别脆弱，脆弱的你没法想象。量子比特就好像一个在刀尖上高速转的陀螺，你要让它一直稳稳地转，不能倒，它一倒，叠加态就直接没了，整个计算马上就没用了。什么会让它倒？说出来你可能都不敢信，周围特别细微的电磁干扰，就连温度波动0.001度都能直接让这个陀螺一下子失控。你试着想想，连环境里这点小变化都承受不了，它咋能走出实验室，放到工厂里、数据中心里正常用？那过去几十年行业里的人是咋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靠人海战术，特别笨的办法。一整个团队的物理学博士每日待在零下273度的实验室旁边，手动给量子系统调整参数，就像调钢琴似的。你可曾调过钢琴？这根弦刚调准，另一根马上跑音，你不断调整，永远调不完。量子比特的校准就是这样情况。以前一个完整的量子系统校准得花多长时间？几天乃至几周，而且你刚校准完，环境稍微有变化，又得重新来一遍。你试着想一想，这东西能实现商业化不？你总不能给每个买量子计算机的客户都配备一群物理学博士，天天守在旁边给他调参数吧？除了校准困难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要命的心结，那就是纠错缓慢。量子比特特别容易出错，你得全天候实时留意它，一旦出错就得立刻修正，不然整个计算结果全都错掉，就跟没计算一样。但是过去纠正错误的速度完全赶不上它出错的速度，就好像你一边往桶里接水，桶底一边有个大洞在漏水，你永远接不满。这两个关键问题把整个量子计算行业整整卡了20年，所有人都卡在这里不能动，只能干看着技术待在实验室里，没办法落地挣钱。就在所有人都没什么办法的时候，英伟达带着他的 Ising 模型来了，直接给这个行业打开了新的局面。英伟达根本没去做量子硬件，没和那些公司抢生意，只靠一个软件模型就直接把整个行业的技术进度往前推进了2到3年。这个 Ising 模型简单说吧，就是给量子计算机装了一个全自动的 AI 调参系统，还是那种24小时不断歇工作着的，它实时盯着每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那个陀螺有点歪，有要倒的感觉， AI 马上就给它微调回去，都不用人动手。原本需要好几天才能干完的校准工作，现在几个小时就弄完了，你自己清楚效率到底翻了多少倍。第二个核心能力是纠错，它实时纠错的速度比之前行业通用的方案直接快了2.5倍。这意味着什么？就比如之前有个一边接水一边漏水的桶，现在终于能稳稳接住水了，量子计算的结果终于靠谱了，能真正用到实际场景里了。这俩能力加一块，并不只是简单的效率提高，它直接重构了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做事的方式。后面这一点90%的散户都没弄明白，这才是英伟达真正的野心，也是你能抓住的最大机会。以后的量子计算不再是 QPU 独自进行运算了，而是量子 QPU 承担最复杂的核心计算工作，旁边的英伟达 GPU 负责实时给它校准、纠错、调度，二者捆绑在一起开展工作。这像什么？这不就好像当年 PC 时代微软的 Windows 搭配英特尔的芯片所形成的 Wintel 联盟一样吗？直接垄断整个行业长达几十年，制定了整个行业的规则。以前大家看待量子公司都觉得那是科幻概念，是在讲虚构的故事，估值全凭随便猜测，因为没人知道它什么时候能够落地赚钱。可是现在并不一样了，英伟达已经打通了这条路了。原本要等到2030年才能看到商业化落地情况，现在到2027年就能见到一个雏形了。你想想，一个原本得等10年才能实现的故事，当下3年就能实现了，那么它的估值逻辑是不是得完全换个模样？现在你懂了没？为什么英伟达刚发布一个软件模型，
那些做量子硬件的公司股价就一块大幅上涨，因为英伟达给他们解决了最关键的俩问题，让他们从实验室里的科研玩具变成了真能挣钱的工业产品。不过，不是所有的量子公司都能享受到这一波红利，这里头的差别直接就决定了你买的股票是翻倍还是大跌一半。讲到这里，要是你觉得我讲的实用内容挺实在，而且没给你整那些你听不懂的物理公式，那么别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并且把它分享给身边。做投资的朋友，还没订阅的朋友，赶快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后面的这家行业龙头才是这波行情里确定性比较高的对象，错过它你肯定会后悔。聊完了整个行业的基本逻辑，第一个要分析的就是整个量子赛道里的绝对老大哥 IonQ。这家公司的一个量子比特能抵得上别家几十个比特用，在量子比特的质量上，它已经做到了全球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其实量子计算圈里一直有两大主流派别，其一为 IBM 和谷歌死磕超导路线，其二则是 IonQ 所走的离子阱路线。超导路线虽然比特数增长比较快，但是噪音大，稳定性差，就好像你在喧闹的菜市场里想要听清一只蚊子叫，那难度有多大？你自己想想。而 IonQ 的离子阱路线完全不一样，它通过电磁场把带电原子悬浮在真空里面，再用激光精确操作，保真度直接达到 99.99%。你知道这个99%代表的意思吧？意思就是它的量子比特出错概率低的差不多可以忽略，别的需要数千个比特才能完成的工作，它几十个比特就能够做到。这是 IonQ 最牢固的护城河，质量方面的优势。2026年的量子赛道已经不再是比谁的比特数更多了，而是比谁的比特真的能使用，真的能产出成果。而且它还是英伟达 Quad-Q 和 IC 模型的首批适配成员之一，这就是英伟达一发布模型其股价就直接疯涨的关键原因。你好好想想看，离子阱路线之前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虽说精准吧，但每一个比特都得单独用激光对准，比特数越多，校准就越麻烦，慢的能让人干着急。而英伟达的 IC 模型直接就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 AI 全自动进行激光对准和实时环境补偿。简单说就是给这个本来就很厉害的学霸直接补上了最后那一小部分缺陷。这种软硬绑定的模式是不是特别像当年 Wintel 联盟的强强联手？这也是众多机构敢给它高估值的关键原因。除了技术方面的硬实力外，它还有在深科技赛道里最为要命的一个优势，也就是手里有33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这33亿美元，就算它1分钱营收都不赚，也能够稳稳当当的支撑至少10年。等到整个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时候，在这种花钱特别厉害的赛道当中，现金就是性命。当别人都在担心下一轮融资能不能活下去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安安静静的进行研发工作，等着获取行业红利了。可是我得给你浇一盆冷水，别去听那些瞎吹捧的话， IonQ 的坑并不比他的机会少。你晓得这33亿美元的现金是从哪儿来的不？根本不是他通过业务赚来的，而是靠大规模增发股票从市场里融资得到的。2025年底他一下子融了20亿美元，钱是拿到了手里，可是老股东手里的股份直接被大幅稀释了。简单来讲就是用你的股权去换钱花，你要是持有他的股票，就要承受这个稀释的风险。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它的营收确实在翻倍，可是它的亏损也在同步扩大。2025年全年它调整后的亏损已经接近1.9亿美元了。很多散户只盯着营收增长，却没发现亏损的速度比营收涨得还要快。这样花钱的节奏，就算有33亿现金，也不是可以无限消耗掉匪。最后还有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非技术瓶颈，离子阱路线虽说精度拉满，不过它非操作速度本来就比超导路线慢。你想想看，要是未来商用能够落地，很多场景比拼的就是计算速度，到那时候它的这个天生的短处很可能会让它直接失去核心竞争力。说到这里，要是你觉得我不是在乱讲，而是把机会和风险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可别忘记给这个视频点个赞。还没订阅的朋友快点订阅一下，打开小铃铛，后面这家公司才是这一轮行情里弹性最大的黑马，它的涨幅很有可能远远超过 IonQ。要是说 IonQ 是这一轮量子行情里确定性最高的龙头，那么接下来这家 InFQ 就是这一浪潮里爆发力最厉害的黑马，没别的原因。它采用的技术路线直接对传统量子计算来了一场降维打击，把那些实验室里价格昂贵的设备直接拉到了可以商用落地的门槛上。你去找找量子计算机的照片，是不是全都是那种像金黄色大吊灯一样的大型设备？那东西叫做稀释制冷机，它的核心作用就是把环境降到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273摄氏度。你好好想想，只要温度高那么一点点，量子比特就直接没用了。这就是说，以前的量子计算机体积比你家客厅还大，维护成本高的不得了，根本没法走出实验室。
而 INFQ 走的中性原子路线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有希望实现室温运行，完全不需要那种特别贵的大型冷冻设备。它是用激光把原子冷却，把原子捕捉在光晶格里边。原子本身是中性的，不像离子那么容易受电磁干扰，所以根本不需要靠极端低温来保持量子态。这事能有多让人惊讶？就好像当年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一下子就变成能放兜里的智能手机，还直接让量子计算机的布置门槛低了不少。更重要的是，它可是英伟达这一波 IC 模型里实实在在的原本合作伙伴，在2026年的 GTC 大会上，差不多是跟英伟达站一块同台露面的。在 IC 模型的帮助之下 ，INFQ 的校准效率直接就提升了300。这并不只是简单的数字增加，它直接就把中性原子系统的工程复杂程度给突破，让它从实验室里的摆设变成了真能放进设计中心稳定运行的商用机器。后面这一点你可一定得记住，这也是它和那些纯凑热闹的概念股最关键的区别所在。还有你最关心的地方就是它的股价弹性比 IonQ 大很多很多。2026年初刚完成5.5亿美元融资的它，研发和商业化的资源直接拉满，节奏一下子就变快了。而且和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的 IonQ 相比 ，INFQ 规模比较小，市值比较轻，筹码结构特别干净，没有那么多提前埋伏的老资金等着砸盘出货。它就好像早期的英伟达，一旦商业化落地的预期实现，涨幅空间根本不是已成型的龙头能比的。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它的上涨弹性有多大，对应的风险就有多高。你要是想冲它，一定要把后面说的内容听完。首先，它是上市没多久的新公司，筹码根本没经过充分沉淀，市场情绪稍微有点波动，单日涨个10%以上都是常有的事。心脏不好的你根本拿不住。其次，最要命的风险在于，它的技术虽说听着挺有颠覆性，可当规模化扩展到数千比特之后，系统能不能长期稳定运行，目前根本没有经过商用验证。现在它所有的上涨全是基于未来的预期。这个预期能不能兑现，得等到2026年下半年它真实的商用订单交付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怎么样。总体来说 ，INFQ 是这一波行情里想象空间比较激进、弹性比较大的公司。不过同时也是不确定性最高的公司，你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再做决定。下一家公司是把速度做到极致的超导路线黑马，而且也是英伟达 NVQ 减 Link 的核心受益者。如果说 INFQ 是靠着技术路线玩降维打击，那么接下来这家 RGTI 就是把速度二字刻在骨子里的极限冒险者，它上涨的上限有多高，你要承担的风险就有多极端。它走的超导路线和 IBM、谷歌这类行业巨头是同一个赛道，别的都不较劲，就死磕一个核心，极致的运算速度。它的计算速度能达到纳秒级，在整个量子赛道里，它处于最前面那一批。英伟达看待它，就像是看待一个量子版的 GPU 一样，关键在于比拼吞吐和运算速度，完全不是朝着极致精度去的。可是速度快带来的代价也挺大，超导路线最大的弱点正好出现在这个快字上。你好好想想，它的量子比特出错有多快，快到你刚发现它出错，还没来得及修正的时候，整个计算流程都已经完成了，结果全是错误的，等于白算一回。就好像你开着跑车在高速上猛冲，轮胎刚扎了个洞，你还没来得及踩刹车，车就撞到墙上了，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这也是之前超导路线一直没办法跨越过去障碍。而英伟达的参与进来，对于 RGTI 来说，根本不是在好上加好之类的事情，而是真真切切的救命的东西。2025年就要到来的 NVQ 减 Link 直接给它的超导量子系统搭建了一条400级字节 PS 的快速通道，原本很难解决的校准延迟，就这么直接压到了微秒级以下。之前它出错太快来不及修补，现在依靠英伟达的这套系统，终于可以跟上它出错的速度，进而把整个计算节奏拉回到能控制的范围。后面这一点是很多机构资金敢参与它的核心原因，90%的散户压根没注意到这一点。除了英伟达的帮助，它还有一个关键的工程化进展，也就是模块化架构，它的 Cepheus 负一系统采用的多芯片模块设计，直接解决了超导路线中最让人头疼的视线路复杂、扩展困难的老问题。模块化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的系统不用做得越来越复杂，能够直接进行横向扩展，这也是英伟达多次选它当做合作伙伴的核心原因之一。不过，我要跟你把风险说清楚。投资这家公司就好像直接坐上投资圈的过山车，心脏不好的人不要去参与。它的估值能极端到什么样？当市场情绪高涨的时候，它的市销率 PS 直接猛涨到接近1000倍。这样的定价根本不是根据它现在的业绩，而是把未来10几年的成长空间提前给你透支光了。一旦预期没实现，跌起来就一点底线都没有。
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量子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现金流危机。它全年的营收只有710万美元，而对应的亏损超过2亿美元，进账的钱连零头都不够，完全靠着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来保持生存。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靠着预期支撑着估值。最后还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它的超导路线是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运行，高昂的维护成本以及复杂的基础设施，注定了它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广泛推广，最多也就是超算中心里的高级实验设备。总的来说 ，RGTI 就是一家全力投入极致速度路线的公司。要是赌对了，上线没有上线；要是赌错了，那就是万丈深渊。说完了3家真正能享受到英伟达红利的公司，接下来这家 QBTS 我一定要给你敲个最响亮的警钟。它最近的猛涨，全是散户不加分辨的误解。手里有它的股票，你1秒都不要急着买进。它最近一波行情直接涨了47%，可是90%冲进去的散户根本不晓得英伟达的数据模型，对它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先清清楚楚说 QBTS 在整个量子赛道里一直坚持实用主义路线，它选取的技术方向是量子退火。很多人不了解量子退火是什么，简单来说，它就是专门用来解决特定优化问题的，像物流调度、路径规划之类的，把复杂问题映射成一个能量地形，让系统自己朝着最低点收敛，进而找到最优解。听着挺实用吧？但最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它的技术路线和英伟达 Ising 模型的核心赋能范围一点都不相关。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老是提到的，英伟达的 Ising 模型核心是做什么的？是给门模型量子计算做全自动校准和实时纠错的，这是它的核心能力范围所在。而 QBTS 所主推量子退火路径根本就不是门模型，英伟达这套王牌模型对它的技术支持，连 INFQ RGTI 的零头都够不着。它这次47%的猛涨，从本质来说就是散户看到量子2个字就闭着眼睛往里面冲，觉得只要和英伟达有关系就能躺着翻倍。可这种靠市场误解推高的股价能有多假？就好像在沙滩上搭建的房子，潮水一退马上就倒了。等市场情绪退去之后，它的回调压力会大到你无法想象。我当下要跟你提个醒，投资并不是跟着潮流买彩票，不是带量子2字的股票都能吃到这一波好处。你一定要分辨清楚，谁是真绑定英伟达的心腹玩家，谁是纯蹭热度的数据跟风股。不要等到亏了大半本金才意识到自己成了高位接盘侠，到那时再后悔根本就来不及了。到这儿4家量子公司的真实情况我都给你全都挖出来，谁是英伟达的亲儿子，谁是纯瞎凑热闹的，谁稳谁猛谁危险，你当下心里该明明白白的。但我最后得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这也是90%散户亏钱的根本缘由，他们始终只瞅机会不瞅生存。在量子这种烧钱比喝水还快的深科技领域，现金储备永远比营收增长更加要紧。营收增长是过去式，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能表明他之前干的咋样。可现金储备是关系到生存期限的，决定着这家公司能不能活到商业化落地那一天。你琢磨琢磨，行业还在黎明前，大部分公司都还在亏钱，谁手里钱越多，谁就更能拖垮对手，谁就能最后吞并整个市场。这并不是我瞎编乱造的哈，是整个硅谷科技行业几十年用血换回来的数据教训。到2030年呢，100亿美金的市场听起来挺吸引人的，量子加 GPU 的未来听起来比较惊人，但在这之前全都是淘汰赛，不是所有量子公司都能活到最后，大部分都会在半路上倒下，消失的没影没踪。所以我再说一遍，不要一看到量子就往上冲，不要一看到涨了就去追，先看看它账上还剩下多少钱，还能支撑几个季度，再决定要不要上车。股市有风险，投资并不要太随便，要谨慎些。我希望你记着，只用那些亏完归零了也一点不影响生活的闲钱去参与，千万不要加杠杆，千万不能拿身家去赌。这是一次跨时代机遇，但也是一场特别凶险的博弈。如果你期望第一时间获取这4家公司的最新财报、现金变化、入场时机提醒，那就一定得点赞收藏，并且把这条视频存起来。还没订阅的朋友，马上点订阅，打开小铃铛，我会一直跟踪这波量子行情，不会让你踩坑，不会让你成为接盘的人。我是 Angelina， 下一回视频里接着去抓住真正的大机会，拜拜。